境外媒体曾多次报道邓小平病危，但每一次都是虚惊一场。可到了1997年2月，当他真正走到生命尽头时，外界反而一无所知，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导人知道，这一次是真的。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，邓小平醒来后觉得呼吸不畅，按照多年的习惯，他本该起床洗漱，吃完牛奶鸡蛋，然后在办公室度过一天，看看地图，翻翻字典，读读《聊斋》，等护士提醒他出去散步。但那个早晨，剧烈的咳嗽让他无法呼吸，无法进食，身边的医生已经应付不了，紧急把他送进301医院。从家到医院只有10公里，但谁没想到，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。邓小平住进了医院南端小楼的顶层。元旦那天下了小雪，京城一片白色。有一阵子他精神稍好，护士黄林陪他看电视。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12集纪录片《邓小平》，他看不清屏幕上走来的人是谁，问黄林那是谁。黄林笑着说，那是您啊。他终于认出了自己，动动嘴角笑了笑。黄林知道他耳背听不见，就俯身到他耳边，把电视里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给他听。这时他发现老人脸上竟然露出一丝羞涩。多年后，黄林还记得那个瞬间，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。但随着病情越来越严重，邓小平再也没有露出过这样的表情。他患有帕金森，发病的时候很痛苦，但他却硬是咬牙一声不吭。黄林说，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，但他非常坚强，非常平静。医护人员郭琴英回忆，到后来他的血管很难找，扎针经常扎好几下才能扎准，换了别人可能早就要求换人来扎，但他从来不说什么。我们很心痛，也很佩服老人的毅力。黄林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，就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。1992年南巡时他说了那么多，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。但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，他只淡淡的回答了7个字，该说的都说过了。除夕夜，邓公病情稍稳，但还不能回家。警卫战士写了副对联贴在门上，横批是一切为了首长。工作人员举杯祝愿，祝小平同志早日康复。家属们坐在沙发上默然不语。警卫秘书张保忠把大家聚到一起，众人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希望医务界能创造奇迹。可惜奇迹没有出现。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，到2月19日，他的呼吸功能已经衰竭，只能靠机器维持。医疗组全力抢救，但回天乏术。晚上9点08分，医疗组组长宣布停止抢救。在场的医护人员有人憋不住放声痛哭。卓林带着全家人来告别，他一遍遍喊着老爷子，但邓公已经没有任何回应了。此时距离香港回归祖国只剩下132天。他生前说过，香港回归那天，哪怕坐着轮椅也要去亲眼看一看。可惜的是，他最终没能等到那一天。那么香港方面对于邓公逝世是什么态度？点击头像进入主页，下集为您揭晓。